电视节目越来越难看了，哪怕是红墨这样的电视迷，看到主持人为了收视率大肆吹捧烂大街的末日预言时，都忍不住嘲笑：什么预言家预言了自己会死，核武器会让第3次世界大战终结人类历史？丽莎吐槽：傻子才会相信这些话，辛普森一家不会知道。此时伯恩斯躲在卧室里，看到这些末日预言，吓得瑟瑟发抖。史密斯赶紧放出安慰狗阵，伯恩斯觉得末日即将降临，他必须采取行动，于是让史密斯聚集本着最有头脑的人，秘书动作迅速，很快找来了漫画男、校医希伯特、阿三妹、杂耍梅尔等人。他们吃着伯恩斯大发慈悲恩赐的披萨，要为恩主解决一个关乎全球利益的问题，实际上是关乎伯恩斯一个人存亡的问题。伯恩斯说，电视台主持人说过末日要来了，他必须有一艘自己的方舟，这艘宇宙飞船将由他独裁统治，上船的人全都是他的奴隶。伯恩斯已经计划好了，他要后宫佳丽3000，所以飞船上多多打造双人大床。这座飞船问题不大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挑战适合登船的人，哪怕是奴隶，伯恩斯也要最好的。披萨智囊团建议搞一场智力测试，教授不请自来，表示对人类来说智力是毫无意义的。他有一套人类价值系数测量，可以选出最有价值的奴隶，简称人价系数。这个测试包含同情、同感和协同合作、艺术、社交和性格。伯恩斯觉得教授的主意很好，于是他买通了警方，开展全镇强制性测验。春天人被迫排队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到底要测验什么。难道是电商搞个人信息采集，方便大数据推送商品广告吗？经过小半个月的折腾，测试结果终于出来了，由电视台向全镇播报。测试评分在1到500之间。丽莎对自己的成绩一向很上心，哪怕她根本不知道测试的到底是什么，潜意识里直接认定这就是测试智商的。所以当丽莎看到自己得了475分，比拉尔夫还少1分时，她当场崩溃了。自己可是天才，怎么会比警长家的傻儿子差？马杰和侯莫得分都在中间位置，他们自个儿倒是挺满意的。最让人震惊的是，巴特居然只得了1分，直接垫底。马杰哭了，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是有点糟糕，但没想到这么糟。看样子巴特是没有未来了。马杰为母则刚，要为儿子争口气。亚伯说，对，给巴特安排课外补习，绘画、乐器、篮球课搞起来，就像他当年没有放弃侯莫一样。老莫满脸问号，天天醉生梦死，这叫不放弃教育儿子吗？伯恩斯听信末日预言入了魔，天天晚上做噩梦，梦见神棍叮嘱他赶快建造方舟。惊醒后，伯恩斯要求加快方舟进度，把核电站的所有工人都调过去，只要准备足够的酒和盐，就能让工人们像鱼一样拼命干。大家都不知道伯恩斯又要建啥，还以为是新的只供他一个人用的歌剧院。另一边，丽莎犯了焦虑症，她的自尊全部来源于优异的成绩，现在一个傻子超越了自己，这让她如何能接受？为了证明自己不比拉尔夫差，丽莎当起了伪行痴女，看拉尔夫各种犯傻犯蠢，她越想越想不通。马杰和丽莎一样纠结，他见巴特整天没心没肺，内德还好心送来一本傻瓜版圣经。马杰拉着儿子去见教授，想弄清楚这个测试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像一头愤怒的母狮子，强调自己的儿子并不愚蠢，如果一定要怪，就怪教授的测试太蠢。教授被逼无奈附和了一下，发现他把巴特和侯莫的测试成绩搞错了。侯莫本来只是吃自己儿子的瓜，没想到吃到了自己头上，他又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。这下全镇人都知道他的成绩垫底。他去看电视，影院的人拉他去看胎教片，他去逛水族馆，售票员只卖给他高价蠢人票。连老谋子酒吧的酒友们都开始调侃他，说平时大家聊的话题，老莫你多半都没听懂。现在为了照顾你，我们只讨论颜色和形状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侯莫愤然离开心爱的老谋子酒吧，一头钻进了笨蛋酒吧。回家睡觉时，马杰安慰他说，就算全世界都在嘲笑你，也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看法。侯莫大是感动。马杰觉得老公之所以测试成绩垫底，多半是因为自己太潦草。从今以后，他要督促侯莫练习书法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，老莫不仅练会了书法，还写得一手好情诗。马杰高兴坏了，她老公果然是外戳内秀，大大的可造之才。另一边，丽莎一直尾随着拉尔夫，想识破他的伪装。丽莎认定拉尔夫一定在装傻，其实大智若愚，是个小天才。于是她跟拉尔夫跑到方舟谷地，差点跟着傻小子一起摔死。教授发现丽莎的苦恼后，决定偷偷修改她的成绩，让她别闹腾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方舟终于建成，伯恩斯挑选了一批优秀的奴隶。大家一听态度这么差，连退休金都不发，全都愤然离开。伯恩斯独自开着宇宙飞船跑了。最想当他的奴隶的狗腿子史密斯也惨遭抛弃。结果方舟还没完全上天，伯恩斯就因为过分压榨，逼得机器人奴隶造反了。俗话说，天赋就像海绵里的水，挤一挤总会有的。这话放在侯莫身上非常实用，他可以速成书法情诗一绝，也能靠执着的毅力看懂胡安米罗的女诗人，这幅没有多少人看得懂的抽象派名画。但艺术天赋的发掘却险些给侯莫带来了牢狱之灾。话说镇长决定永久关闭博物馆，将里面的艺术品全部拍卖。此举引起了春天人的集体抗议。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10年都难得进博物馆一次，但博物馆毕竟是春天镇的脸面，平时可以不用，但不能没有，不然他们真成外人口中描述的没文化的乡巴佬了。镇长表示，维护一座卖不出票的博物馆实在是太烧钱了。在他的大力贪污下，春田镇政府常年正财赤字，是要留下1/3的警察，还是留下博物馆，自己选吧。群众都是乌合之众，闹一闹兴致也就淡了。侯莫难得带头反对这种事儿，主要是因为他最近刚刚迷恋上名画女诗人，或者
说那是一个漫长的下午，洪默带着孩子们来博物馆观光。他本来对艺术不感冒，抽象画更是如看天书。在等孩子们上厕所时，洪默闲就无聊，望着女诗人发呆。他上看下看，横看竖看，结果越看越入迷，最后整个人都迷进去了，大喊：“我理解了一切！”从那以后，他开始用那幅抽象画为眼镜，看待这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午夜梦回时，他向马吉坦白自己爱上了一幅画。马吉说：“当个艺术爱好者没什么不好，只要是具象派就行。”老莫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你没有迷上抽象画。洪默捂着脸嚎啕大哭，什么抽象具象，他分不清，真的分不清啊！后来镇长拍卖博物馆藏品，伯恩斯和超级富二代梅根竞拍女诗人。迷上这幅画的洪默也想插一脚，但哪怕他把西装烫得笔挺，也没法骗过拍卖所的人。大家都是熟人，装鸡毛呀！梅根以1500万高价拍下女诗人，绝望的洪默企图抢走名画，被保安们连踢带踹请了出去。后来拍卖行派人将女诗人送到梅根手上，梅根打开箱子，却发现名画不翼而飞，有贼呀！拍卖行对此事高度重视，特意请来了一位私人名侦探。警察们对名侦探很不爽，特别是警长，亲切的祝愿名侦探在一个大跟斗。名侦探先拜访了梅根，合理的怀疑他可能监守自盗，贼喊捉贼，以骗取高额保险。梅根一听这话，气得掐死名侦探。但对付这种人，越急越证明自己有嫌疑。梅根说：“你个混，呵呵，曼纳切，我喜欢你。”接着建议名侦探去调查伯恩斯，毕竟他输了金拍，看上去非常恼火呀。伯恩斯确实很恼火，在后院打飞碟玩。名侦探表示了自己的怀疑，伯恩斯咬着牙说：“你个混，哈哈，曼纳切，我喜欢你。”接着建议名侦探去调查洪默，那家伙竞拍不成，还想直接抢呢。名侦探又找到洪默，表示了合理怀疑。洪默两眼喷火，他只能陪着笑脸，却没法把锅甩给其他人。名侦探来辛普森家深入调查一番，对马吉产生了强烈且迫切的兴趣。他查案一向是贼不走空，遇到好女人一定要追到手，就像007执行任务时身边也少不了美女一样。名侦探想用日本人的办法说：“马吉太太，你也不想你丈夫被抓是吧？”马吉不吃这套，他坚信洪默不可能盗取名画，深圳自然不拍影子鞋。立下的证词对洪默不利，他说老爸从邂逅女诗人那天起就陷入抽象世界不可自拔了，大半夜找他畅谈艺术。女诗人被拍卖时，老爸还拜托他想想办法，于是就上演了那出假竞拍戏码。更不妙的是，洪默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，还趁夜深时跳窗逃走，几乎坐实了他的罪证。名侦探经过认真调查、严谨分析后，在搬空的博物馆里找到了洪默。遗憾地表示，洪默确实不是盗画者，因为他没有精心布局，谋划盗窃案的头脑。可惜快到锅里的马吉飞了。名侦探召集所有登场角色，表示这是一起连环盗窃案，所有犯人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各自的盗窃。首先是梅根，很明显就能看出送画的保安们恰巧都有双胞胎兄弟，被梅根买通来了手狸猫换太子。但梅根不知道的是，箱子里的名画早在打包时就被偷了，很明显就能看出伯恩斯修了一座假的拍卖行，骗过了假保安。梅根和伯恩斯犯了罪，却没有得到名画，很明显就能看出丽莎秃头把女诗人藏进了书包，因为他难得和老爸找到共同话题。最后镇长用藏品卖来的钱修了一座橄榄球竞技场，这幅名画就挂在公共厕所外，每个周末丽莎都和老爸守在厕所门口欣赏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小兵我再见。